上去看看。哎呀，这江湖之中，总有人争先恐后管闲事。哎，阿旭，你不去看看？你先请。晋江文学城 Brist 原著，猫耳 FM 英雄联盟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天涯客》第5集《洞庭大会》。周兄、温兄，二位快过来看看！这人胸口上有个乌黑的掌印，目光涣散，脸色发青，已是死去多时了。这人怎么像是那日街上撞进我怀里的那位梁上君子？他好像也撞过我。温兄，你也被偷了钱袋？是啊，曹兄。我知道这个人，这是九爪灵狐方不知。他就是那个贼祖宗方不知。传说中方不知便是个30来岁的男子，左手畸形，这2点是符合的。若是不确定，其实他还……传说方不知身有残疾，你们脱了他的裤子，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神偷了。这位姑娘，小莲，你先出去吧。我来看看。还真是他。难怪从我身上摸去东西，我竟一点都没察觉。哟，我的荷包。钱都没少。哎，曹兄，你来看看，你的东西还在不在？温山人，死者为大啊！这位兄台说的是啊。你欠我的3两银子，这回能还了不？我的人都是你的了，你居然还和我计较3两银子？你们让开点！阿旭，你一招毙命。掌印从前胸穿到后心，应该是罗刹掌。你是说洗丧鬼孙鼎的罗刹掌？那位姑娘可以进来。小莲，进来吧。好。在下邓宽，家师高崇，这位是我师妹高小莲。我2人原本出门历练，前些日子收到家师传信，才急着在洞庭大会之前赶回来。不知几位如何称呼？失敬，久闻邓少侠大名。这位高女侠是高崇高大侠的女儿吧？幸会。幸会。在下清风剑派曹卫宁，奉掌门之令参加洞庭大会，路上被这位神偷摸去了盘缠，多亏了周兄和温兄仗义相助。原来是清风剑派的曹少侠，幸会。不知这2位英雄，哪算什么英雄？我叫周旭，不过是个走哪算哪、无门无派的浪子游侠。那位温客行温兄，虽然装得一副正人君子样，其实
是个经验老道的混混流氓。阿旭，我只流氓你一个。你实在太抬举在下了。二位真是风趣啊！既然二位随曹兄来我洞庭，想来也是我道中人。周兄刚刚说，这位神偷也是死于洗丧鬼的罗刹掌。也，我听说赵家庄外好像有鬼谷的人作乱，难道是？前一阵子太湖赵家庄传来消息，说断剑山庄少庄主慕云阁便是死在这罗刹掌之下。而那华山掌门之子于天杰，则是死于吊死鬼的蜘蛛丝。这鬼谷的恶鬼众不止作恶多端，还如此嚣张。不错，为了捍卫武林正道，家师便动用了山河令。听说山河令共有3块，皆为德高望重者持有之，凡有大灾大难方可动用。3块山河令凑在一起，便可以召开英雄大会，广招天下豪杰，共同图之。这山河令，1块在贵派铁判官高大侠手中，1块在少林寺，还有1块在多年不问世事的长明山古僧手里。没错，此次恶鬼所作所为，天怒人怨。少林寺方丈和长明山古僧都已回应，5日便将聚齐3块山河令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就动身，将方不知的尸体送往高大侠那里吧，以防夜长梦多。好。师傅，雇1辆马车，连夜赶往洞庭需要多少银两？啊，一共5个人，带1具尸体。啊，什么？师傅别怕，这人被贼人所杀，是重要证物。啊，我们都是正经人，在下乃清风剑派掌门的弟子，这2位是高崇高大侠的弟子，需要大一点的马车。那你们进来看看吧。多谢。小莲，我和曹兄去看看，你和温兄、周兄在此稍后。好。哎呀，我家阿香要是也能有高小姐这样的人品，我便是死也瞑目了。温大哥过奖了。故乡其实也是个好孩子，只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罢了。阿旭，高小姐是好，我说句实话而已，你不要极度吃醋嘛。啊，我去看看师兄他们雇好车了没有。文兄，在下有一事不明。你说我们进去的时候，为什么那方不知的尸体是衣衫不整的呢？你的意思是，喜丧鬼看上了那方不知，欲与他行那不轨之事，遭到拼死抵抗不遂，于是怒而杀人。哎呀，真是自古美人多薄命啊！哇，温兄真是太有见地了。在下还以为是那凶手为了方不知身上的什么东西，才杀人搜身的。也有些道理。温兄身上那日除了少了个荷包，可还少了什么别的东西？有，荷包里银钱都在，琉璃甲却不见了。温山人，你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你而死，这可该怎么说？我们现在就动身也好。不知周兄，既然如此，我们4人便先行一步。先行一步。好，走了。
文兄，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笑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。阿旭，你弄错了吧？琉璃甲中可能有绝世武功，可能有敌国之宝，谁不想要？那方不知，鸡鸣狗盗之徒，做事全凭一己私欲，他不想要。那喜丧鬼，作恶多端，被逼无奈入了鬼谷，多年来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，他不想要。你不想要？你嘴里说着积德行善，无非怕下黄泉有那18重地狱等着审你前世今生做的那些个亏心事。我问你，若有那么个东西，叫你从此天下无敌，不怕半夜3更鬼敲门，你不想要吗？我呀，本来就不怕半夜3更鬼敲门。周圣人，桂花酿的味道真不错。温客行，你娘的！师傅，父亲，宽儿和小莲回来了。这几位是？清风剑派曹卫宁拜见高大侠。师叔穆怀空不日便赶到。不错不错，您少出英雄。久仰大名，在下温客行。在下周旭，无门无派的浪子游侠。哎，英雄不问出处，一路奔波，辛苦各位了。我让下人为各位备上热水、换洗的衣裳和热食，好好休息一番。多谢，那便叨扰了。3位请跟我来。还有张家灭门案。师傅，我们在回来的路上撞见9爪灵狐方不知被喜丧鬼所杀，并把方不知的尸身带了回来，已经交给刘师叔了。长明山古僧门徒叶白衣、叶少侠到。可算来了。怎么是长明山古僧的门徒？山河令足有100年，长明山古僧若是仍在世，也已年逾古稀。想必这种江湖之事，他也不便亲自出面了。在下高崇，叶少侠，远道而来辛苦了。我叫叶白衣，山河令在这儿。多谢少侠。半日前，少林寺方丈慈木大师带弟子数人赶到，已经把第2块山河令带来了，加上少侠带来的这一块与高某的这一块，如此3块山河令便聚齐了。待过几日，高某将各门派豪杰安排妥当之后，洞庭大会便正式举办。
客官，您的酒，还有小菜都上齐了，有事您再喊我。嗯。哎呀，在高家这几天，仿佛又回到了在宫廷虚与委蛇的日子。不过这个高崇高大侠平易近人，对任何人都十分亲切尊重，倒也难怪能有今日的地位。今儿个上哪儿去找点乐子？听说城南新来了个小官，俊叫得紧，咱们去看看。好啊好啊！居然还有人跟温客行似的喜欢男人。温客行，平时缠人缠得要命，偏在我无聊的时候，他却神出鬼没起来。耳边没有他聒噪，倒还真有些冷清了。客官请位，我来找人，不用。好吧。大概是一落敢死似的跟着我只顾走路，没来得及会他那些个会绣兰花手巾的男花魁们，实在太饥不择食，才整天缠着我胡说八道。不是说当上3年兵，眼里老母猪也能赛天仙吗？不过，恐怕他感兴趣的是老公主。眼下得了空，终于……哎呀，周兄怎么一个人出来喝酒？没有我陪着，是不是有些寂寞了？有没有想我呀？这酒也就算能将就凑合。小二，报壶好酒，招牌菜再来2个，账算在他身上。哎，好嘞。你还欠我3两银子来着，早还清了没利息，划算。阿旭，凭你我的关系，还要算利息吗？亲兄弟都得明算账，何况我们的关系也没你说的那么亲。我现在可是你的债主。我们现在仔细些酒，用些吃食，待会儿再去拜会高兄。是，全凭赵伯伯安排。没醉。我还能再喝一。洞庭大会上都是来自各门各派的武林正道人士，待会儿一一引荐。好的。酒来啦！哎，这位客官刚刚不是还挺精神的吗？这么快就醉？哎呀，我刚才不是说了没醉吗？还能再喝一壶的？我从来不说没谱的话。您慢用。你怕那小东西啊？我怕他做什么？那你躲的是什么？麻烦。那小鬼啊，一见我就追着叫师傅长师傅短的，粘人的很，像个丫头似的。那你当时救他做什么？还把自己卖了2000银子，看他可怜啊。3两2钱，3两还你，多给你2钱，你也卖给我吧，啊，保证以后好吃好喝的养着你，还没人追杀。不卖。为什么不卖？看你可恶。
敲三敲定，一过午夜就闹腾不停。这高家庄现在那么多人都在，这火虽大，但定能控制住。我还是不要多管闲事。哎呀，周美人还没睡呢，我可是在等我呀。温大山人，你是去脂粉水堆里滚了一圈出来吗？离我远点。别道貌岸然啦！我说，你深更半夜不睡觉，莫不是寂寞了？也不早说，早说我就带你一起去了。洞庭，洞庭真是好地方，钟灵毓秀，人杰地灵啊！文兄出门的时间选的真是巧，你前脚才走，后脚就着火了。放屁！我走了好几个时辰了。我随口一说，你这么生气干什么？阿旭，这是变着法儿的说气话吗？你把脸上的易容洗了，我便叫你看看，时间长不长？你，阿旭，你的杯子里还没有倒水。阿旭，你是不是脸红了啊？在下敬谢不敏。哎呀，听说是张家小公子的房间，可真是太惨了。他该不会是什么天煞孤星吧？多谢诸位，火迹已扑灭，诸位早些休息，我们定会查出是何人所为。那行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是，看看有什么东西丢的，我就有什么就藏着。师父，明日便要举行洞庭大会，今晚这人故意纵火，这会不会是挑衅？是不是鬼谷所为？宽儿，不可妄下定论。是。啊，实在对不住啊，周大哥，没想到出这样的事，扰你清梦了。无妨，高姑娘，可知是哪位的房里走水了？啊，听说是那位张……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呦，阿旭，别着凉。你们……怎么了？是那位张家庄的小公子，房里起火，不过人没事。他今晚和爹爹还有赵伯伯说话，说得晚了，便歇息在厢房了。阿旭，我给你暖暖手啊。我去爹爹那儿看看张长岭。摸够没？阿旭，你那小徒弟不是没事儿吗？做什么跟我板着脸？不知是哪位美人遮教这样厉，给文兄你的手腕上留了这么个好看的印子。你刚刚去了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利用我在高小莲面前做戏？阿旭，你这是要吃醋吗？我这是要吃你。好啊，到房里来，我给你随便吃，吃几回都行啊。阿旭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竟从未见过你在后半夜睡觉。你莫不是独守空闺太过寂寞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呀？
别怕，有高伯伯和赵伯伯在，没人能动你一根汗毛。我知道了，赵伯伯，我不怕。明日就是洞庭大会，要小心啊，小子。门被屠。周大侠，你来了。华掌门，大会人太多了，我带你去前头。不必，高姑娘自去忙吧。周某在边上站着看一会儿就走。鬼谷作恶多端，天怒人怨。今日召集武林同盟，举办洞庭大会，集齐山河令，正是为了高大侠，仅凭只言片语，便断定这几起血案是鬼谷做的，恐怕牵强了吧？谁呀？怎么长得跟侏儒似的？你不要理解他。他是风小峰，对，是他呀！是专攻风小峰，和他那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的高山奴。恕我多嘴啊！那青竹岭鬼谷已经鬼鬼祟祟的存在了不知多少年。鬼谷从来有规矩，有进无出，有来无回。恶鬼们也不曾再到人间做过案子，为何非在此时出来闯祸？那依着风兄弟的意思，又该是怎么样呢？方某不用你客客气气的道声兄弟，你嘴上说兄弟，心里肯定骂矮子。这个风小峰，何必这么虚伪呢？因为有人当面说了一句矮子，便被他割去了舌头。流言蜚语，特地来给各路英雄。现在对他客气一声，以防各位啊，他又觉得人家虚伪，叫猪油蒙简直一条疯狗，做出什么太难伺候了，没门没面的事儿。还要请教风大侠，只听到了什么传闻？高崇，你何必装糊涂呢？暮云哥和于天杰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可你敢说张玉森和泰山掌门的案子与琉璃甲无关？琉璃甲又是琉璃甲。阿弥陀佛！哎呀，今日本以为趁着天下英雄齐聚洞庭，这三位手持山河令的大侠能说上两句，可惜呀。我看慈木大师一脸讳莫如深，传说中古僧弟子也是一副两耳不听尘间事的大仙儿模样。哼，风某只得站出来问一问高崇高大侠，江湖传言的琉璃甲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想必你心里是清楚，今日鬼谷一众也是为此而来，不如就趁此机会给大家个说法。这琉璃甲。看起来唯唯诺诺，也不敢说话，不成我不就。你是能治我他给张大侠报仇，还是能治我他重振张家的？那就是不恨，根本就是不服气的。这句话他非要有任何用，就是个废话。张家就这么面子他们都只拿我当一个无用而可怜的招牌。大侠怎么会有个这么不争气的儿子？得挺起腰板来。不能怕了那些个魑魅魍魉的鬼东西。那么多人拼了性命，保住这么个小孩子，可有什么用啊？是张家遗孤了。孩子，你放心，外甥，你睡你的，除了做了噩梦我叫你。师父。有真相，跟我来。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要自己报仇。这小东西竟然敢独自出去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闪开！来，阿旭，张嘴，吃药啦。当年的圣手温如玉，
是你什么人？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若是一个人一辈子只有自己，随时随地总防备着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，那岂不是也太可怜了些？这人间困境几何，得超脱有几个？如敢以生死来舍，孑然是天涯客。谁辞别庙堂最深河，暮的天光上春色。欲作闲云鹤，偏有生纠葛。废墟身偏走黄泉路，看尽英雄沉淀群归我。黑白作风雅起一舞，妙手设局待谁容？流河渺渺，总是无觅处。携酒来，拔剑去，自要归宿。人心叵测，甘苦自取自舍。欲知己明眸彻彻，如炬灯过原则。谁以归心事，恨深恶，红袍退身谁识得？一眼经万年，情痴终不舍。废墟身偏走黄泉路，看尽英雄沉淀群归我。黑白作风雅起一舞，妙手设局待谁容？流河渺渺，总是无觅处。携酒来，拔剑去，自由归宿。天欲晚风雪洗罢书，何心借着温存不孤独？问余生怎设好眉目？三秋如梦夜远风。流河渺渺，自由自在处。竹林上望尘风寻光。